2026年啊，可能对于 DIY PC 是很不友好的一年啊，都是涨价啊，内存、硬盘啊涨价了。其实大家都见怪不怪了吧？2026年的元旦一过，这个硬盘又狠狠的涨了一波，显卡也一直说啊，内存涨了，我们这个显存也会跟着涨价。但说实话，你说显卡这个销量都已经跌得很厉害了，那今年下半年都一路跌，你这个显存即使成本上升了，你涨又能涨到哪去呢？要涨也是应该是大显存的这些卡涨得多呀。怕什么来什么，元旦啊就突然有韩国媒体在那里说5090要涨到$5000了。虽然说我感觉这个消息有点扯，来源也不是特别靠谱。但是各种国内的媒体一周去跟着转发了，那整个市场就乱了呀。其实好在啊，对大部分人影响不大，毕竟能买得起5090的人不是很多。那接着就是内存方面呢，就说一旦涨价了，这个售后扯皮的就容易多。你像光威啊、斯嘉特啊、百威这些国产内存厂家，都被传要对没有购买凭证的客户拒保啊，有3张这个厂家的这个公告图去到处传啊，网友就去总结，是不是二手内存拒保了？最后就是这个三角洲的这个封号的事情。其实具体发生这个售后案例我们就不去评价了。但是说实话，当我知道这么大的游戏还会去误封硬件的话，我还是挺诧异的。因为正好我们最近就有在去测试三角洲扫盘的一些谣言的一些论证嘛。这个扫盘这件事情啊，就是经常会搞一些用户来问我要不要去专门准备一个固态硬盘去玩三角洲呢？这个游戏本来就搞的就是买个二手主板我都得提心吊胆的。那现在这个正常主板都跟你说有概率会去误封太夸张了。聊数码新闻动态，谈行业内网。大家好，我是建哥，欢迎来到2026年的第一期建哥说。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电源，不妨试试海运。最近海运也更新了入门级的 BC 系列铜牌电源，全系5年质保。除之前的电源狗玩偶外，还有披风、眼罩、有趣周边产品。店铺除核显机全部使用海运电源。入门级靠 GC650金牌非模组，有特价搭配5060、5060 钛；终端靠 GX650、750 ATX 3.0金牌全模组7年保，搭配5070、5070 钛；高端 Focus 850 100010年保，搭配5080、5090D， 还有 PX1200、TX 1600、猫头鹰版等信仰型号供各位选择。飞利浦显示器也有上新27M2N6500L 27寸 2K 240赫兹 QD OLED 面板，入门级 OLED 显示器的绝佳选择。店铺除了整机，还有机箱电源散热器以及固态和机械硬盘，省代级别资源，价格优惠，售后靠谱。华硕 ROG、海运、联力、瓦尔基里、雅骏、泰坦、追风者、猫头鹰机械大师、乔斯伯、利明、九州风神、库里奥、银广等，联系客服或公众号定期有价格更新，南京本地客户自提更加优惠哦。就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5090涨价的。那这个的消息的源头是一个韩国的媒体我看还是一个综合媒体，就是有点像那个国内新浪网的感觉，就是韩文大家看不懂我这边做一个机翻，看着像是一个正经媒体。你看人家引用的一个图片都是标注了引用来源首尔的李记者报道的。那12月30日呢预计英伟达和 AMD 将于明年1月大幅提高其图形处理器在美国的价格。那高昂的内存价格是导致 GPU 上涨的关键因素。两家公司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去逐步调整价格，而不是一次性的涨价。这不仅会导致消费级的 GPU 价格上涨，还可能影响用于跑 AI 的计算卡。说是5090预计会涨到$5000，那差不多就是35000人民币嘛。那相比于$2000的官方定价，那就是2.5倍了。当然$2000，也就是15000左右的这个5090我除了看到 NV 员工去内购，真没有看见谁能买到。阉割了2次的5090D V2 24G， 其实都很难做到这个价格。国内基本上购买5090的话，都要在2万上下波动。那大型科技公司提高 GPU 价格的举措源于 GPU 的
成本结构中内存的占比的快速增长啊。由于 GPU 内存价格今年的飙升，那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无力维持原有的 GPU 价格了啊。一位业内人士解释说啊，内存的成本在 GPU 整体制造成本中的平均占比已经超过了80%。内存占 GPU 生产成本的80%，哎，这数据反正我感觉这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圈子里的一个科技媒体 VideoCast啊，他1月1日也发了个新闻，说509价格已经逼近$4000了啊，说有些店是24.6元，但是只能自提，那其他基本都在$3000到$3500了。他们特别提到，就觉得50建议090价格提高到$500这个新闻的这个可能性啊，不是特别大。那不管这个韩国媒体的新闻里面有多少的这个可信度，会不会说真的去涨到$5000这么夸张？那显卡的总体涨价它肯定是逃不掉了，那无非就是要涨多少嘛。内存和硬盘当时涨价，其实谁也不知道会涨到现在这么夸张。所以说，一旦这种消息去传出来，你不管是真假，那市场的反馈它都很快呀。它都是立马涨价。你像元旦后1月4日的价格，其实相比元旦之前呢，就先涨一个1-2千。那1月5日，那再问就是又涨个1-2千。因为这些卡的单价高，所以说涨起来的这个价格都是要用千来计算。其实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就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我最近都在忙的比较多的事情啊，就是很多高校和企业的采购，因为他们年底本身是一个采购的高峰期嘛，再加上大家其实都知道内存、硬盘甚至显卡，它都在涨价。就大家有一些经费没有花完的，那肯定想赶紧花呀。企业可能相对流程还相对简单一些的，就高校采购这些流程啊是非常严格的啊，基本上就是5万一个门槛，10万一个门槛，流程啊就特别的多。它这个打款没个2个月什么的，这基本上很难定下来啊。就算你通过询价到立项通过，基本也都是1个月起步。你平时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说现在这种时候你就根本没法做啊，你别说1个月了，你半个月以后这个价格是多少你都不知道。但是有些企业采购呢，可能还会跟你约定一下啊，这个市场行情波动超过多少啊，这个原先报价就作废，我们重新做。那高校其实你连预付款甚至说打定金都很难的，所以都是最后审批完了一把头钱打给你。你像个人用户，你去买个5090这种啊，都反复跟你说，哎兄弟啊，这个价格呀，我们只是当天有效，哎，明天就是明天的价格了。你确定好要什么配置，价格你觉得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定下来。那你像这些高校和行业客户，那就只能大家互相商量了。目前是这个价格，哎，我给你都实打实的价格啊，没有整去多报啊，空报一大堆留足的涨价空间的，哎，你们也就赶紧走流程。就如果说确定后面流程没问题了啊，那其实我们就给你垫款嘛，先给你把货准备好，或者说就直接给你装好发过去了。这个内存已经搞得很夸张了，哎，特别你像这些服务器内存，那普通的 PC 你去插2个内存，一根涨个100-200可能没啥事，一插来个8根16根的，哇，你根本扛不住。哎，那我们先把内存、硬盘什么的，哎，订到货了。过了个元旦，完显卡再给你哐涨啊，我们又得重新去沟通一下，去重新做一个价格了。你不仅是5090啊，什么4090、48G，甚至什么 RTX Pro 6000、96G，都跟着涨啊。哎呀，就好不容易，比如像 RTX Pro 6000啊，我们都给你确定好了，哎，完再给你送上去审批。RTX 6000系列和 H20系列啊，上面规定不能采购。H20呢，其实在25年的8月份，那各大的官媒都报道过，就是网信办约谈过英伟达，说 H20有后门啊。当时英伟达还出来辟谣啊。RTX Pro 6000是9月的时候呢，就外交部记者会上，就是外媒问到此事，就是说是否国内专供的还是 RTX Pro 6000带 D 的啊，国内公司不能够购买。反正就是感觉英伟达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吧，其实他两头都不想得罪。但是，一会儿呢，美国禁止你出口到中国；一会儿呢，中国又不允许企业去购买。那现在是美国又解除了英伟达 H200的出口禁令啊，但是要附加25%的销售分成，这个就导致这个市场就更乱了。其实出售的这个 H200已经是比较老的型号的啊，最新的是不给卖的，但是肯定比之前中国专购的那个 H20它要强多了。那像当时 H20禁售的时候呢，就倒逼的国内的企业去选择国产的显卡。那当时很多人去看好的这些国内显卡，哎，逼一逼，哎，获取英伟达的酷大生态，那国内是不是就能摆脱了？那现在 H20美国又强行给你卖了，哎，马上很多人就犹豫了，哎，我还要不要去用国产显卡了？你像高校的用户，他就压根没得选，他只能选择5090和490显卡，甚至说还有 L20的显卡。因为像大企业可能还能去强行啊去搭建生态，去用国产显卡。你像高校的课题组，
我跑个计算，我还得去从零去大环境呢，那根本就不现实啊。哎，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难。这也就是说，为什么4090 48G 现在能被炒得这么高？甚至现在4090D 也能改48G 的，那搞得二手的4090、4090D 的显卡价格都非常离谱。确实啊，是有很大的需求在。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像很多的程序，其实对于5090的适配它并不好，还是需要去使用40系去计算。那这个时候去有显存更大的4090 48G，那也无疑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吧。第二件事情，我们来说说这个国内这个内存品牌疑似二手内存不能保的事情啊。光威说啊，二手这个产品购买有风险，那对于没有原始购买记录和凭证的就没办法保修了。那阿斯加特其实和光威是一家嘛，就都是嘉禾劲微的，那他发的东西是类似的啊。百威这个他这个截图没头没尾的啊，就说质保不适用于二手转卖和非渠道授权购买的产品。啊，百威这个官号就先是发了个声明啊，说是要认准官方的正规渠道啊，非授权渠道可能会质量售后没保证啊，人家只是提醒你啊，尽量到正规店买啊，小心买到假货啊。接着他们到处辟谣啊，你这个传的截图它是一个企业级的产品，消费级产品，你看我们明确说的没有购买凭证，可以按照产品序列号确定保修期。光威和阿斯加特呢，我没有看到官方有去发什么东西。我看到是有博主去问厂家，厂家说意思是啊，我们最近遇到一些人，他买到假内存，我们做这个公告是提醒大家啊，买二手内存要注意，哎，结果写的东西因其误解了，哎，以为说是二手内存不保了。说实话，我认真看了那几篇公告，叫无法提供原始购买记录或者有效购买凭证的产品，光威无法提供售后。我感觉还是表达了二手不能买的这个意思啊。当然，你说实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阿斯加特跟光威的本意，如果就是啊，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买二手你不要被骗了，那你完全可以再做一个说明，讲清楚点，就是有什么误会讲清楚。那就像百威那样子，那不挺好的吗？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也不发个什么东西辟谣。挺无语的。当然，我说实话，其实你正规电商平台买的东西啊，你按照光威的说法，你有原始购买记录或者凭证的，倒也不用去担心。还是二手买卖的话，那肯定会增加你去售后扯皮的风险。小白呢，还是别轻易去买二手啊，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吧。第三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一个新机子3两周被误封号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买了个主机，客户1月收到啊，发现机器码是12月1日就给封了，他怀疑是用了一个二手配件，那他后来经过排除了，是误封了，那重新装了一个系统就又正常了。毕竟这个事情你涉及到了同行，又涉及到了腾讯，我不去做个充分调查，也不好去过多评价的。但这个事情给我几个感触啊，就3两周这个游戏确实是事太多了，那前面是扫盘的事情。就已经搞得这个谣言满天飞了，那搞得这个硬盘都不敢用了，对不对？你说这玩意扫盘，你就算是全盘扫，它也是读取硬盘，固态硬盘的寿命它是个写入量挂钩的，你就算一直去读硬盘，也读不坏吧？这个读都能读坏的话，那你电脑开机也别开了，你启动系统不就要读盘吗？然后你去拿扫机械硬盘坏快的方式去测试固态，它有一定用，又没有一定用。就它这个本质还是给机械硬盘这个时代弄的东西。就固态硬盘你去扫坏快的话，有可能这个盘确实有问题，也有可能只是它的那部分正好在读写，所以你可能正好过一会儿你用好了，或者说你格式下盘就行了，就没有必要引起过分恐慌。就只能说，如果说你扫到你的固态有什么坏到什么报错的，就你需要引起一下重视，就是可能你的盘有点问题，但也可能没有问题。那还有关于3两周扫盘啊，就是其实我也有在做相关的测试啊，虽然说和当时热度最高时候已经过去一阵子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给大家去拿一些实际的测试数据，去解除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吧。反正目前测下来的感觉是啊，其实3两周它也是在不断的优化他们的算法，这个扫盘的频率和数据的读取量都大大降低了。其实日常玩是很难触发的，但是这个误封号的问题啊，那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因为之前一堆人他都是开挂了被封机器码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主板去挂二手了，然后那坑了一堆人，导致你现在买一个二手主板甚至主机啊，其实都提心吊胆的。
就除非你是纯办公用户，你不玩腾讯游戏的，你不用担心。你现在这样去搞啊，就是更是加重了大家担忧。就是有人说这是个什么情况，就是一些人他开挂，他会买那种可以改机器码的内存硬盘跟主板啊，所以他就可以随机生成序列号还有网卡的 MAC 地址啊，就不怕封号了嘛。所以他可能就有极低的概率，就你的主板给随上了其中的一个号码，就系统呢检测到了啊，先把你封了再说。然后呢，它再次检测的时候，就可能发现，哎，你的机器码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又给你解除了。就讲实话，我作为一个数码博主啊，加上自己也是开店卖机子的，3、2周测试也测一阵子了，我以前是真不知道这个事情。那至少是这一次事情闹大了，很多人知道了啊，确实有这个误封的事。那你遇到事情了，耐心等个1、2天啊就好了。不过这个事情啊，也提醒我。我们确实要不断去加强和客户的沟通的交流啊。虽然说我感觉我这边客服还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但是我今天这个事情还是跟客服去强调，就是客户在你这买了机子，如果说遇到问题啊，就只要不是纯无理取闹、没事找事的，就是遇到问题了，就是能去解决的尽量都去解决，就是你暂时解决不了的，就是跟客户去解释清楚，就是不行的话，我来亲自去跟客户解释。那就像之前我做视频嘛，就是客户买了一个不带显卡的主机，然后他插上他自己的5090，他就老开不了机。那最后我们测试结果来确定啊，是因为他的那张5090太大了，它会被 PA601机箱有个挡板去压到这个显卡尾部，导致显卡金属纸插不到底。那你把这个挡板拉到底就可以了。但我们测试主机的时候，它不会用5090这么大的显卡，所以说我们当时发现不了问题。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是跟客户表达好一个态度，就是不管是不是我们电脑硬件的问题，你遇到事了，那我们先想办法去给你解决问题。就是这种事情的话，客户就一般也能去理解啊。以前我们去买机子的话，我们都是让客户去加一个 QQ 售后群，那看能不能联系到我们。那很多客户他可能不用 QQ， 那去年下半年的话，那我就开始贵一点的机子，我就让客户来直接就加我微信啊。我单独去拉一个群，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直接联系到我本人。那很多客户还挺诧异的，哎，问这个微信是你建哥本人的吗？那其实这个就是我做生意的一个思路吧，就是我就不想把这个体量做得太大了，因为你做大了以后，很多东西就不太好去把控了，咱就利润稍微定高一点，就是遇到事了，就客户能直接联系到我啊，能感受到我们是真实的人在给你去解决问题。你觉得这钱花的值就行了，反正这事我看到最后能彻底解决就好了。其实也让大家知道了，确实3、2周还能有这种问题，遇到了些等一等，或者说重装个系统，虽然说挺无语的，但是你也就只能接受了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3件事情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没有点小档给大家，因为我们是全 YouTube， 你点赞都上账。如果想来更多这样真话，可以关注我们新公号长哥4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赶紧上节目长哥的数码。这是长哥，我们下次见，拜拜。